形式更新与京都养生会议的报告。光明视力行动的主要焦点正集中于清理次量子异常。次量子异常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般无害，潜伏者的实体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有关潜伏者的更多内幕现在已经可以公开。在之前的宇宙循环周期，当宇宙探索成基点时，一些实体想要在那场大危机当中幸存下来，而唯一可能的生存方法，除了扬升之外，就是把意识强行投射进入次量子异常当中。来自上一个宇宙循环周期的实体使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科技，还有极端的能量，把他们的意识推入到次量子异常的非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丢失了他们的个体身份，融合成为一个极端的无定形态的报复性的次量子团块，名为潜伏者。正如这些科幻小说当中所暗示的那样，在这个宇宙循环周期的大部分时间，潜伏者都隐藏在次量子的非空间当中，只是最近在过去的几百万年，潜伏者才推动黑暗势力进入到越来越强大的异常还有扭曲之中。潜伏者在1996年执政官入侵的时候完全显露了出来，试图阻止宇宙的扬升进程，同时阻止对邪恶的全面移除。自1996年以来，他从次量子非空间间接地扰乱时空量子涨落。光明势力一直在用雷神之锤科技清理这些。潜伏者是宇宙的黑暗面，它通过地球隔离区这个肿瘤囊肿来消耗宇宙。地表人口的实体生物芯片是次量子量子的门户，潜伏者通过它们进入量子涨落。雷神之锤科技持续地把潜伏者的一部分从次量子非空间转化至量子涨落，这些量子涨落大部分会彼此互相抵消，然后消散为虚无。那些无法互相抵消的量子涨落会继续产生少量的异常质子等离子体。地球周围的次量子异常非常的稠密，以至于扬升存有无法投射其部分意识到心智层、星光层、以太层或者是物质层面来创造一个它们的分身。若是扬升存有这么做，则会被困在隔离区。由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次量子异常也会渗透进入光明视力母舰的外壳当中。基于这些原因，在足够多的次量子异常被移除之前，光明视力很难对地表进行直接的干预。不能对物质层面进行直接干预，会让潜伏者持续存在，这会创造一个负反馈循环，从而继续维系地球的隔离状态。这种负反馈循环正在被雷神之锤科技瓦解。基于神圣几何的曼陀罗、建筑还有物体可以清理次量子异常，对清理尤其有效的是正八边形。与大众的认知相反的是，这个宇宙并不是由源头所创造的，宇宙的诞生是源头和次量子异常之间动态张力的结果。这个宇宙当前的进化状态仍然非常低等，从普通时空当中极其缓慢的光速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源头通过光明视力的行动引导着这个宇宙的进化。光明视力也仍然在学习着理解造物，因此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古老的国家都知道这一点，离居吠陀当中有一首著名的创世赞歌。这里面清晰地说明了光明视力还有源头可能不理解造物。由于其重要性，我在这里引用这一节梵文的原文，你可以在这里对它进行翻译。
在公元4世纪末期，执政官入侵时，黑暗势力试图抹除所有这些知识的痕迹，从而阻止宇宙对黑暗的清除。这就是他们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毁坏诺斯替教和摩尼教教义的原因所在。印度那时正值极多王朝时期，执政官的入侵无法触及，这也就是许多重要的古印度文献得以幸存下来的原因。自从圣光门户激活以来，光明势力正在重新激活印度的古老能量漩涡，从而帮助把真正的灵性能量带回给地表人口。光明势力的主要聚焦点是位于泰米尔纳德邦和卡拉拉邦的乔拉王朝、切拉王朝和潘迪亚王朝的古代神庙。这些神庙大多有着强大的女神漩涡。在许多这样的神庙当中，女神的奥秘通过舞女传播给人们。一些神庙可以通过地下隧道的连接进入阿加森网络，还有一些拥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黄金宝藏。圣哲曼正在能量层面激活这些黄金，从而造福人类的未来。印度的南部曾经是古老的亚特兰蒂斯殖民地的一部分，许多毛素性的女性在那里铆定过女神奥秘。亚特兰蒂斯大洪水过后，印度南部的人们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代知识传承。光明势力另一个聚焦点则是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建筑遗址。阿克巴、贾汉吉尔和沙贾汉的统治都受到银河中央种族的直接影响，这些也是苏菲女神奥秘的焦点所在。当前，泰姬陵是银河中央太阳和 M87星系能量在地球上的最强大锚定点。光明势力行动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的苏州市，谭阳子于1580年在那里达成扬升，获得了永生，并为该城市创造了一个扬升漩涡。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在1580年谭阳子扬升之后的几个月，就通过广州还有苏州来到了中国，试图镇压那个漩涡。所有这些漩涡场的激活都为大揭露提供了强大的能量推动。地表世界的女神圣殿正在被激活，你可以把你建成的圣殿添加到这里。让我们以一则相当有趣的传导信息来结束此次的形式更新。京都的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强大而和谐的团体为龙族能量漩涡的疗愈创造了条件，从而最终让疗愈从京都的龙族漩涡开始启动。我们的团体也与阿斯塔指挥部建立了重要的连接，通过这一连接，雷神之锤和 ATVO2 科技的研发也会极大的提速。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京都会议的英文笔记，这里是法语的，这里是西班牙语的。光的胜利。